必须用暗之石才能进化的宝梦。一、黑暗鸦。黑暗鸦是恶系飞行系宝梦，它直到第4世代才获得进化型乌鸦头头。乌鸦头头一家是少数进化型使用率反不如兔亚型宝梦。黑暗鸦有个 S 级特性恶作剧之心，凭借这个它在双人对战十分吃香。但是进化成乌鸦头头后就没有这个特性了，而恶系飞行系的打手太多了，乌鸦头头真的没有竞争力。动画中晋级真司有一只乌鸦头头，他初登场时是一只黑暗鸦，被主人利尔路杀击败，后来他一直是真司大将，2次打败小智树林龟。只可惜在最后与小智对决以及旅途篇章中他未能登场。梦妖。梦妖是幽灵系宝梦，使用暗之石才能进化成梦妖魔，它也是2代登场宝梦，直到第4世代才拿到了新的进化型。梦妖会用鬼哭声吓唬人类，以人类的恐惧为食。进化成梦妖魔后会使用各种咒语，收服他的人会让其咏唱带来幸福的咒语。梦妖魔是一只实力相当拉垮的幽灵系宝梦，曾经一度被耿鬼完爆，就算耿鬼失去漂浮特性后，还是被梦妖魔抢了108000里。不过梦妖在第9世代有一个古代种叫做正一发，正一发强度那是非常不得了，珠子排位规则2中使用率一度登底。3. 灯火幽泥。使用暗之石，灯火幽泥会进化成水晶灯火泥。水晶灯火泥一家是火系幽灵系宝梦，他们以人类的魂魄为食，会大量出现在医院，以便第一时间吃到新鲜魂魄。水晶灯火泥是唯一一种特性遭到紧急修改宝梦，它的梦特性在第5世代是残影，可经过测试太过强大，于是残影特性水晶灯火泥没有任何获取的途径。在下个时代，特性被修改成了穿透。动画中，地铁总馆北上有着水晶灯火泥，他和南下的马尔曼云王一起击败了小智和天龙宝梦。4. 双剑鞘。使用暗之石，双剑鞘会进化成剑盾剑怪。剑盾剑怪一家是刚系幽灵系宝梦，设定上被剑盾剑怪认可的人有成为国王的潜质，但是它是以新人加经济为食宝梦，据说有人依靠剑盾剑怪当上国王，最终却经济人亡。剑盾剑怪是一只在对战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宝梦，因为它的出现 ，GF 修改了刚系抗性，从此刚系不再抗鬼和恶。动画中劲敌祥太有着剑盾剑怪，但是祥太显然没有成为王的潜质，在他手里剑盾剑怪战绩很差，虽然能够击败铁野鲁洛的乐天合同，可马上就被雷丘击败。在和小智对战中，他对上皮神，即便他用强大破坏力让皮神节节败退，可最终皮神利用战术将木块打入其剑鞘，让其无法防御，最终击败了他。以上就是使用暗之石才能进化的宝梦，那么你最喜欢哪一只呢？必须使用光之石才能进化的宝梦。1. 波克基谷。波克基谷是第2世代宝梦，它直到第4世代才获得进化型，使用光之石它才能进化成波克基斯。波克基斯一家只会出现在没有风镇地区，他们会给当地带来福报。动画中出现过一个波克比王国，小侠波克比为了保卫在那里的同伴，进化成波克基谷后离队。此外，在 DP169 集里登场一个和小光长一模一样的角色，她是某国公主。为了完成她参加华丽大赛愿望，小光与其互换身份。后来告别时，公主把自己的波克基斯送给小光，不愧是公主，出手真大方。旅途的8大师之战里，竹南也使用过波克基斯，他初登场利用灵活的行动压制了皮神。后来竹南让其极具化，试图击垮小智卢卡利欧，可是全程被卢卡利欧吊着打。毒蔷薇。毒蔷薇是唯一一种在后续世代同时增加退化型和进化型宝梦。第3世代毒蔷薇在第4世代获得退化形态含羞包和进化形态罗斯雷朵。毒蔷薇一家手上花有剧毒，越漂亮的个体毒性越强。罗斯雷朵作为草系毒系大家庭一员毫无存在感，毕竟有个大爹妙花在，罗斯雷朵实在是没法用。动画中有许多角色使用过罗斯雷朵，但是罗斯雷朵本身实力受限，动画中都没有太好的表现。例如上这罗斯雷朵一套技能打在小智姆克伊身上不痛不痒，反倒被一发永鸟猛攻带走，竹篮的罗斯雷朵也不敌小智塞一农被干碎。3. 泡沫栗鼠。使用光之石，泡沫栗鼠会进化成奇多栗鼠。泡沫栗鼠一家是一般性宝可梦，它们有着很强洁癖，看见脏东西会忍不住打扫。奇多栗鼠长得还挺可爱的，前代还有点战斗力，可是第9世代出现更加厉害的异家鼠，奇多栗鼠就被完爆进下水道了。动画中对泡沫栗鼠喜爱干净这个特点也有描绘，白绿的泡沫栗鼠就是在打扫肮脏金星球时意外收服的。4. 花叶地。花叶地一家存在5种不同颜色个体，不同颜色只有外观差异，没有强度差别。它们看上去是草系，但实际上是单妖精系的。使用光之石会进化成花杰夫人。SI 剧情里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生物兵器，叫做 AZ 花叶地，它是 AZ 利用其他宝物生命将自己花叶地复活的产物。AZ 花叶地有着和花杰夫人差不多的种族值，还有专属大招破灭之光。但是目前 AZ 花叶地和破灭之光并没有任何获取方式。动画中，里美路农居住的湿地遭到外敌入侵，敌方首领是一只花杰夫人，她本业是为了保护湿地生命源泉，给自己的孩子花叶地疗伤。由于受到火箭的唆使，双方才大打出手，最后误会解除后，两方宝可梦在湿地和平共处。以上就是使用光之石才能进化的宝可梦了，你最喜欢哪一只呢？觉醒石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进化石。
它是目前使用范围最窄的进化石，仅能够让2种宝物进化，而且影响的都是特定性别的宝物。一、奇鲁利安，雄性奇鲁利安使用觉醒时会进化成艾露雷朵，若不使用这个道具，奇鲁利安会进化成沙艾朵。因此，沙艾朵同时存在雌性和雄性个体，但是艾露雷朵只存在雄性个体。奇鲁利安的精神力量来源自训练家开朗的情绪，它原本是超能力系宝物，第6世代新增加妖精属性，进化成艾露雷朵后会变成超能加格斗系。艾露雷朵会延展手臂的刀刃战斗。旅途里，世锦赛选手领斗有只艾露雷朵，刚登场他就吊打了小智大松鸭。刚开始大家还以为他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大次登场，艾露雷朵就被进化后的葱油兵给暴打。这里是艾露雷朵有 mega 进化，但是从未在正作动画中登场。血童子、雪妖女，雌性雪童子用觉醒时能够进化成雪妖女，如果不使用觉醒时就会进化成冰鬼户。也就是说，冰鬼户有雄有雌，但是雪妖女必定为雌系。和艾露雷朵一样，雪妖女也是第4世代新加入的宝物，在第3世代，雪童子只能进化成冰鬼户。据说雪童子造访家庭会变得富有，雪妖女喜爱美男子，会将帅气的登山者冻成冰块带回自己的住所。动画中，小智雪童子进化成冰鬼户，而劲敌真丝倒是有只雪妖女，她对上皮神，虽然移动的冰雹和雪影特性让皮神苦战，但是当皮神火力全开，他就毫无还手之力了。和艾露雷朵不同的是，冰鬼户有 mega 进化，但是雪妖女没有。希望在 XY 复刻中，雪妖女能够拿到自己的 mega 进化吧，不然就这点可怜的种族值，一辈子都要在下水道里度过了。以上就是使用觉醒时才能进化的宝物，不知道后续世代会不会增加。必须用水之石才能进化的6种宝物。一、蚊香蛙，蚊香蛙使用水之石会进化成水系格斗系快勇蛙。与进化前相比，快勇蛙的肌肉更加健壮，眼神变得愈加锐利。快勇蛙的对战地位完全无法与另一条分支进化型流蛙君相比，武道雄狮连击流，全方位完爆它。无影动画106集，小樱的快勇蛙将小智的喷火龙打得几近濒死，而这次遭遇让喷火龙重新信任小智，可以说这是快勇蛙为老喷的诞生立下大功。大蛇背，大蛇背使用水之时会进化成水系冰系铁甲背，铁甲背的贝壳极为坚硬，虽然是用汽油弹也无法击穿，这也是我认为比起现在刺甲背，铁甲背更适合作为它名字的原因。无影动画中，克拉铁甲背轻而易举的就击败小智皮卡丘，展现天王级绝对压制力。3、海星星，使用水之时，海星星就能进化成水系超能力系的宝石海星。宝石海星会发送神秘的电波，有一种说法称它是宇宙的侵略兵器。由于宝石海星一家没有眼睛，那如何判断它是否战败成为了难事。动画中利用了图鉴的假说，当宝石海星战败时，核心会和能量不足的奥特曼的彩色记忆器一样开始闪烁。这种原创来大胆的设计堪称一绝。动画中宝石海星也是被抹黑了战斗力，几乎没有打赢过一场战斗。4、伊布，伊布用水之时会加成水伊布，水伊布的细胞和水分子相似，因此它能够完全溶于水中。水伊布本就以优秀耐久出名，第9世代它拿到冥想技能，肉度进一步提升。5、年宝小童，年宝小童要用水之时才会进化成乐天河童，乐天河童会从音乐中获取力量来源。乐天河童是目前唯一一种草系水系宝物，独特属性组合加上轻快特性，让乐天河童在雨天对战里发挥出色，因此被玩家轻易的叫做鸭神。动画中对这位雨天大将不怎么友好。提野鲁洛是动画中为数不多会利用天气和特性对战的角色，他在 XY 联盟赛8强战中对上了祥太，乐天河童用降雨提升了自己的输出的速度，但是连续水炮却无法击倒强太的剑盾剑怪，最终被打倒。小刚也有只烈天河童，在1G 105集还是年宝小龙他无意中触碰了水之时才进化的，他也是一只进化前后性格差异极大宝物。进化前他是忧郁的王子，进化后就变成一个阳光开朗的大男孩。6、能水猴，使用水之时，能水猴会加成能水源，黑白3猴都要用相应的属性石进化。能水源代表非礼勿视，黑白3猴不仅强度低，人气更差，动画中也没啥存在感。但是扣恩的能水猴是动画中隐藏大牛，他轻而易举的就击败了小智皮神。要知道皮神前不久可是能手撕拉蒂欧斯的存在，可惜网友只记得修地的层层蛇，不记得同样也吊打过皮神的他。以上就是使用水之时进化的宝物了，那么你最喜欢哪一只呢？必须用日之时才能进化的宝物。1、臭臭花，用日之时后，臭臭花会进化成美丽花。草系、毒系臭臭花进化成美丽花后会失去毒属性，这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双属性宝物进化成单属性宝物的案例。美丽花会聚在一起跳舞，据说这是召唤太阳的仪式。然而无论是游戏还是动画，美丽花都没有什么存在感。向日种子，不计算若丁鱼，向日种子是种族最低的宝物，图鉴也是这么说的。当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只能无力的挥动叶片。使用日之时进化成太阳花怪后，其种族值也就只有425，还是非常弱小。如果之后杰夫想要给前代宝物加新的进化型，我认为太阳花怪有机会拿到新的进化型。3、木棉球，木棉球使用日之时会进化成风妖精，
风妖精一家在第5世代加入时是草系，但在第6世代新增加了妖精属性。风妖精是喜欢恶作剧的宝梦，它会乘风而来，把人的屋子弄得乱糟糟的，所以并不是很受欢迎。第8世代由于速度线机制的改变，让风妖精家里的一些辅助宝梦变得炙手可热。过于活跃表现，风妖精惨遭街舞封禁。第9世代他暂时没有签证，但 DLC 里有他的身影。喜欢风妖精的玩家记得买。4. 百合根娃娃。百合根娃娃使用日之时会进化成群爱小姐，在西推地区则能够进化成草系、格斗系的群爱小姐亚种。设定上，群爱小姐是非常娇贵的宝梦，想让它开花需要花费很高的代价。动画中，小奥说服过群爱小姐，她总在无意中释放花香，而花香又会让赫拉克罗斯着迷，这让赫拉克罗斯的伴侣大甲十分苦恼。而群爱小姐会释放花香并不是偶然，露莎米奈的群爱小姐在对战中也会以此作为招式，甚至将敌对木枭吸引住了。5. 闪电蝎。闪电蝎用日之时会进化成光电闪蝎，光电闪蝎一家容易被误认为是单电系宝梦，其实他们一家是一般加电系宝梦。光电闪蝎会打开井伞，吸收阳光，获取太阳能。一只小小的光电闪蝎能够给一座高楼大厦供电。动画中，希特农有一只光电闪蝎，在 XY30集回忆里曾经说过，希特农给他日之时，让还是闪电系的他进化了。光电闪星被希特农留在道馆里负责应对挑战者，可是他实力不强，全剧没有赢过任何一场战斗。游戏中，光电闪蝎唯一给人留下印象就是他的3个特性都和天气有关，但是3个天气队都不咋喜欢带他玩就是了。以上就是使用日之时进化的宝梦了。可能有小伙伴要问，太阳伊布呢？太阳伊布是伊布在白天亲密度升级进化，而非日之时进化哦。必须用冰之时才能进化的宝梦。1. 阿罗拉穿山鼠，普通穿山鼠等级提升就能够进化，但是阿罗拉穿山鼠必须使用冰之时才能进化成阿罗拉穿山王。阿罗拉穿山王是目前唯一一种冰系加钢系宝梦。6月80集里出现一群的阿罗拉穿山鼠，他们遭遇了一只误入冰窟的班吉拉的袭击，在莉莉安和白滚滚的指导下，穿山鼠触碰冰之时进化成阿罗拉穿山王，之后打跑了班吉拉。为了感谢莉莉安，阿罗拉穿山王送给他一块冰贼。阿罗拉六尾，使用冰之时，阿罗拉六尾会进化成阿罗拉九尾。阿罗拉九尾是目前唯一一种冰系和妖精系宝梦，它还帮助在雪山中迷路的人找到回家路，但是据说这只是他赶走人的方式而已，他绝对不会原谅破坏雪山的人。游戏中阿罗拉九尾非常热门，由于降雪特性和极光步适应性很好，九尾速度很快，因此它能够先手开墙，是强队里的优秀辅助手。动画中莉莉安有只阿罗拉六尾叫做白滚滚，它最开始是以精灵蛋的方式登场，被莉莉安呵护后孵化，它的出现也让莉莉安克服了对于宝梦的恐惧，之后一直陪伴莉莉安左右。在6月80集，马雷的充电宝找到一块冰之石送给莉莉安，但这个伏笔至今没有回收。在旅队篇章，白滚滚仍旧没有进化，大概是编剧忘记了。白滚滚也参加了联盟赛，但是他的实力基本上就是凑数的，被格拉吉欧月伊布轻松击败。3. 冰伊布，由于 GF 偷偷删除了冰冻岩石，因此第8世代起，伊布只需要使用冰之石就能够进化成冰伊布了。动画中，小妖有一只冰伊布，在 DB75集的回忆里展现了小妖让他触摸冰冻岩石进化的场景。他在米可利杯上输给小光的波加曼，引发了当年观众集体抗议事件。但是当时网络并不发达，因此这件事情并不出名。除此之外，旅队87集里登场的雷吉娜也有只冰伊布，他从小陪伴雷吉娜长大。当雷吉娜遭到校园霸凌，他会使用技能攻击同学，但是过于神经质，导致冰伊布自己身体状况变差，雷吉娜也无法交到人类朋友。在小智等人帮助下，雷吉娜发现不依赖冰伊布也能正常交到朋友。本集也是为数不多算得上是优秀剧情的一集。4. 加勒尔火红不倒翁，加勒尔地区达摩狒狒变成冰系，进化方式也有改变。达摩模式加勒尔达摩狒狒是目前唯一一种冰系火系宝梦，设定上这是他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变成样子，此时他会朝着惹怒他的人喷射高温火焰，即便身体融化也不会停下。加勒尔达摩狒狒是非常凶猛的宝梦，它是标准的冰系强者模板，有着高攻高速，玩家亲切地称呼他为救火队长，因为他真的可以逆风翻盘。5. 好胜蝎，好胜毛蝎，由于珠子不存在拉拉基纳山，所以第9世代好胜蝎进化方式变成冰之石进化。那么为什么第8世代不改呢？因为他没有签证。好胜毛蝎性情凶暴，有用拳头打退雪崩的记录，但他的茄子非常美味。好胜毛蝎是唯一一种冰系格斗系宝梦，它的速度较慢，打击面优秀，理论上它适合在空间队里大显身手，但它力度没有想象的高，所以并不好用。6月60集，哈拉的好胜蝎在拉拉基纳山进化成了好胜毛蝎。6. 走金，使用冰之时，走金会进化成浩大金。走金在游戏中会主动靠近玩家，那好奇的表情十分可爱，因此它的人气也不差。以上就是使用冰之石进化的宝梦了，你最喜欢哪一只呢？必须用夜之石才能进化的宝梦。1. 臭臭花，臭臭花使用夜之石会进化成霸王花，它分泌的味道非常臭，但是也有少数人会喜欢这种味道。另外，根据设定所说，霸王花的花瓣是世界上最大的，但我感觉没有超级巨妙蛙花大。在无印69集里，
植物园园长村雨就有一只臭花，因为他高超培育技巧，臭花并不散发臭味。但是村雨对自己的养花技术并不自信，其中很大的原因是他的臭臭花触碰叶之时无法进化。后来在大部博士辨认下，得知这个叶之石原来是假的。另外值一提的是，天涯顾客妙芽种子对这臭花有好感。口袋花，口袋花用叶之石会降成大石花，大石花一家是凶残的捕食者，它会用藤蔓和花蜜吸引猎物，然后用溶解液将猎物分解消化。动画中小丧的大石花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它开创宝梦攻击主人表达爱意的先河。同样的，小四脑也非常喜爱大石花。在无印262集里，武藏强行让小四脑把大石花和李王大叔口袋花交换，小四脑伤心的都哭了。动画中，李王大叔口袋花没有进入叶之时就进化成了大石花，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也许是制作组疏忽了。3. 雷电球洗翠形态，在艾宙斯传说版本里出现古代的雷电球，这种雷电球属性为电系加草系，要想进化成洗翠形态顽皮袋，则需要使用叶之石。这雷电球多一个眉毛，并且眼神变得比较友好，还是非常有意思的。设定上，它和暴躁的普通雷电球不一样，它是非常乐观的宝梦，但是有时候因为过于热情，会让人非常困扰。4. 蛋蛋使用叶之石会进化成椰蛋树，在阿鲁拉地区则会进化成阿鲁拉椰蛋树。蛋蛋是以6个蛋为一个个体存在，虽然人为将蛋分散，它们也能利用不可思议的超能力找到彼此。普通椰蛋树是草系超能系的宝梦，进化后它只有3个头。阿鲁拉椰蛋树就是热带超强光照让它体内的龙之力量觉醒，结果变成龙系加草系。伊布，第8世代起，伊布可以使用叶之石进化成叶伊布。叶伊布虽然是动物，但是却能和植物一样光合作用。动画中，小网有一只叶伊布，帮助他在10号华丽大型庆典中夺冠。6. 长鼻叶，长鼻叶用叶之石会进化成狡猾天狗。狡猾天狗是草系恶系宝梦，它们在森林深处生活，过去被称作是森林之神。7. 花椰猴，花椰猴使用叶之石会进化成花椰园。BW 动画南奥天童有一只花椰猴，它在 BW 片中表现活跃，在宝梦大师第3集里也有天童一起回归。必须使用月之石才能进化的宝梦。1. 尼多拉，毒系尼多拉用月之石会进化成毒系地面系尼多后，尼多后是没有繁殖能力的，设定上它为了保护族群失去了生育能力。动画中小猫有只尼多后，它战斗力很强，轻松击败了小只肯泰罗，但之后与卡比兽的激战中被灵活的卡比兽打倒。尼多利洛，使用月之石，尼多利洛会进化成尼多王。尼多王和尼多后其实是一种宝梦的雌雄形态，但初代没有引入性别概念，因此让这种宝梦占了2个图鉴位置。尼多王的输出和速度更高，因此尼多王比尼多后强很多。动画中小猫也有只尼多王，它能逆属性打败百慕老大浓浓岩。后来初代联盟赛上，小猫的尼多王输给另外一位路人训练家的浓浓岩。另外真丝也有只尼多王，他被派出和神奈雷吉斯奇鲁交战，虽然他多次进入对方，但是还是被击败了。3. 皮皮原本是一般系宝梦，第6世代变成妖精系宝梦，使用月之石会进化成皮可系。皮皮原本是宝梦系列主角，有自己的漫画《皮皮传》，但是官方考虑到女性观众，于是让皮卡丘成为动画主角。之后的事大家也知道了，皮卡丘成为家喻户晓的宝梦角色，而皮皮的知名度就差了108000里。旅途119集中，鹰博士一家在野外露营，看到皮皮的进化仪式。鹰博士还和幼时的好友皮皮重逢，小春也因此意识到宝梦世界的奇妙，决定继承父亲的衣钵。4. 胖丁，使用月之石，胖丁会进化成胖可丁。胖可丁一家战斗力拉垮，不过第9世代出现一个古代种胖丁，叫做哄教伟，这家伙战斗力倒是不错。动画中一直拿着画笔的胖丁让人印象深刻，他的歌声几乎能让所有听到生物睡着，非常 bug。5. 香尾喵，香尾喵是一般系宝梦，使用月之石会进化成优雅喵。AG 60集里，宝梦诊所医生林子有一只优雅喵，在回忆中展示了他用月之石进化的场景。此外，小瑶也收服过一只香尾喵，可惜没有进化。6. 石梦梦，石梦梦是超能力系宝梦，使用月之石会进化成梦梦石，这种宝梦以人的梦境为食。别看石梦梦一家一直漂浮在空中，实际上它没有漂浮特性，地面系招式仍能对其造成伤害。以上就使用月之石才能进化了6种宝梦了。不知道为什么第5世代后就没有出现过任何一只用月之石进化的宝梦？难道是 GF 忘了月之石了吗？雷之石是一种进化之石，特定宝梦使用后方能进化。自从宝梦珠子出来后，使用雷之石进化的宝梦又变多了。今天我就来系统盘点一下：1. 皮卡丘、雷丘、阿鲁拉雷丘。皮卡丘使用雷之石后会进化成雷丘，但是游戏里的搭档皮卡丘是无法通过这一方式进化的。在阿鲁拉地区的皮卡丘用雷之石会进化成电系超能力系的阿鲁拉雷丘。当地人认为，是因为皮卡丘使用了特制煎饼后变成样子。皮卡丘作为 GF 亲儿子，待遇早就超越了雷丘。皮卡丘有自己的专属贼和超级巨化，但是雷丘什么也没有，只有阿鲁拉雷丘有一个不痛不痒的专属贼。而在动画中，大部分皮卡丘和雷丘的关系也不怎么样，最经典的就是小智皮神。皮神为了证明自己不进化也能很强，因此拒绝进化多次。最后说一个动画的经典舞蹈信息，在小智皮卡丘和马智士雷丘对战里，
小刚说马智的雷丘由于进化太快，导致速度不够，因此输给皮卡丘。这很多人以为皮卡丘进化后会降低速度，实际上雷丘速度种族值比皮卡丘快了整整20点，其他属性也是大幅度提升，因此在 PVP 对战上，雷丘是完爆皮卡丘的。伊布雷伊布，基因不稳定伊布使用雷之时会进化成雷伊布，比起其他伊布家族在动画里的活跃表现，雷伊布在动画中基本就是同族背景版。3合1磁怪自爆磁怪 ，GF 为了偷懒，在第8世代修改了部分宝物的进化方式。因此，3合1磁怪由原本的特殊磁场进化变成了雷之石进化，然而图鉴词条并没有及时修改，让人觉得尴尬。自爆磁怪基本都是作为反派精英怪登场，它是电系钢系宝物，在对战中使用率很高。4朝北鼻大朝北鼻，在阿尔宙斯传说版本里，朝北鼻想要进化必须使用雷之石道具，注意这只限于阿尔宙斯版本。另外，大朝北鼻也是在用雷之石这样的宝物里唯一一种非电系的宝物，大朝北鼻本体基本不会行动。利用3个叫做小朝北鼻的物件进行攻击或者捕猎。动画中，日月岛主利兹有一只大朝北鼻，他和宗狼人一起和小镇木布枭岩狗狗进行双打对战，他实力很强，一度让木布枭和岩狗狗陷入苦战，但是最终被木布枭使用草贼击败。5麻麻鳗鱼王，虽然说是电系，但是麻麻鳗鱼王生活在海里，有时候他也会来到陆地上捕食。动画中麻麻鳗鱼王的出场次数不多，大多登场于 BW 篇章，比如南下就有一只麻麻鳗鱼王。他和北上的北京灯火泥合作，打败了小智和天童暖暖猪和花叶猴组合。6重电宝枪农炮虫，从第8世代起，重电宝进化方式变成用雷之石进化。动画中，马尔类有一只枪农炮虫，在重电宝的时候被小智抓住，赠送给马尔类。在修炼后，他进化成枪农炮虫，在日联盟赛里败给了卡奇喷火龙。7光刻仔电毒蛙，第9世代加入新宝梦电毒蛙也需要雷之石才能进化。电毒蛙头部凸起的地方并不是它的眼睛，而是它的放电器官。它的眼睛其实是在嘴巴上方的2个小点。电毒蛙人气非常高，它的外形酷是一方面的原因。此外，它还是朱子人气王奇数搭档，这让他想低调都难。以上就是目前所有使用雷之石进化的宝梦了。那么你最喜欢哪一只呢？今天继续盘点必须用火之石才能进化的宝梦。6尾、9尾，普通6尾使用火之石会进化成9尾。世界上6尾刚出生只有1条尾巴，随着年龄的增长，尾巴才会逐渐变多。游戏中由于技术原因，这一设定始终无法展现。进化成9尾后获得超能力，据说它能活1000年。9尾虽然有使用超能力的设定，但是它不是超能力系宝梦，而是单火系。动画中登场一只活了200年的9尾，它把小刚误认成自己的主人，使用幻术还原了当年豪华的宅邸，试图将它留下，但是在最后被小刚等人识破，他只能无奈放弃。卡蒂狗风速狗，卡蒂狗是非常忠诚宝梦，从石器时代它就成为了人们的伙伴，用火之石就能进化成风速狗。风速狗是中国古代传说宝可梦，叫声威严，凡人听到就会不由自主跪拜。卡蒂狗还存在喜退亚种，火系岩石系的亚种同样需要火之石才能进化，据说是因为在火山附近活动，吸收了岩石元素才增加岩石属性。风速狗是高人气宝梦，每一个世代它都能第一时间获得签证。动画中卡蒂狗风速狗一般都是君雅小姐搭档。3伊布火伊布，伊布使用火之石就能让它进化成火伊布。火伊布曾经非常弱小，还被玩家冠以唯一王的称号，不过后来 GF 总算是给了他一些补偿，如今他得以摆脱这个称号。动画中有许多新玩家使用过火伊布，其中最强个体要数8级的拉之，在半决赛里8级火伊布轻而易举地打败了火车大使的路卡利欧，可见其实力不俗。4爆香猴爆香猿，爆香猴是火系宝梦，使用火之石会进化成爆香猿，它智能很高，会将食物烤熟了吃掉，喜欢甜食。爆香猿在火系大家族里战力平平无奇，在5代人气投票中，它荣获倒数第1的惊人名次。为此，官方还特意配新了一只爆香猿，但是仍旧没有什么玩家去领取。5热辣娃很辣椒，热辣娃是第9世代新加入的草系宝梦，它体内的辣度会根据受到太阳光照射的强度变化，吸收阳光越多的热辣娃吃起来越辣。它掉落的门牙也会被当地人用于做饭调料。使用火之手，热辣娃会加成火系草系狠辣椒。由于被辣味成分刺激，狠辣椒变得十分暴躁，会将辣椒转化为火能量，并喷出爆炸性的火焰。狠辣椒是目前唯一一种草系火系宝梦，无论是叶绿素特性还是心意不定特性，都在对战中有很好的发挥。以上就是使用火之石才能进化的宝梦，那么你最喜欢哪一只？